大家拜读了，该给嘞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oco。那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在芬兰遇到的5个让我最惊讶的事。好，那先从第一个开始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好，我看一下，第一个是卫生纸。为什么我写卫生纸呢？因为，我在台湾的时候，虽然本来就很少用卫生纸，但是因为其实我早上起来都会过敏，所以我都会放那个抽取式卫生纸在我的床的旁边。那各位也知道嘛，就是台湾的抽取式卫生纸其实选择很多样，你可以选那种长版的，或者是半版的那种都有。那如果今天我们到卖场去的话呢，我们就看到很多不同种的卫生纸啊，比如说抽取式啊、平板式啊，或者是卷筒式啊那种。那甚至我们还有厨房纸巾嘛，就是很多不同的选择，3层、2层都有。那在芬兰这边呢，其实刚来的时候让我最不习惯的就是，我觉得他们是没有卫生纸，没有抽取式卫生纸这个东西。那我就问我老公说，那你平常都用什么东西擦？他就说，他都用这个啊，就这个。有看到吗？厨房纸巾，现在用厨房纸巾擦如果今天早上你已经就是鼻子过敏了，然后你还要用这个擤鼻涕，你就是觉得鼻子就会磨破皮啊，不是吗？然后呢，除了这个厨房纸巾以外呢，我个人是很喜欢用卷筒卫生纸，但是因为可能会有人觉得，卷筒卫生纸就是厕所用的所以拿出来放在外面就是不好意思这样子，但是。不管它，因为我就是习惯那种，毕竟厕所卷筒卫生纸比较柔嘛，对我的鼻子也比较好。那其实芬兰也不是没有卖抽取式，他们有一种盒装的抽取式。那但是你抽起来就会觉得说，跟台湾的那种卫生纸的材质是不一样的。台湾的卫生纸抽取式是可以溶在水里，但是如果像芬兰的这种的话，你就觉得说它没有办法溶在水里，就觉得用了很不环保。但因为毕竟我还是希望很柔的卫生纸，所以我们就有去买了类似像是这样子的东西。好，这样应该有看到，对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也不是抽取式啦，因为我也不是买盒装的，我是后来有买了一个盒装的这样。那吃饭的时候我们都会如果今天你是去比较正式一点的场合，比如说去父母家聚餐啊什么的话，可能你就会看到类似像这种餐巾纸的东西。那他们餐巾纸非常多种类。那这是玛丽美狗，可能我之后可以介绍吧。就是来到芬兰要买什么呢？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好买的，但是我就是蛮推荐一些品牌类的东西，像玛丽美狗啊、Finlayson 啊之类。好，那之后再介绍。Anyway， 就是吃饭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会有这种餐巾纸这样子，对。那这是我说的第一种。那第2种的话是租屋，是我自己听过的例子，就是说，今天如果说你是学生，然后你来这边租房子的话呢，你可能会租到一间完全是空的房子。什么叫完全是空？就是他们连电灯都没有。那我就曾经听过，就是有一个朋友就说他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就来这边租房。那租房了以后，他就第1个晚上就睡在一个没有电灯，然后没有床的一个房子里，然后听了就觉得好可怜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但是后来呢，因为我们自己一开始我搬过来的时候，我们也是租学生房。那可是因为我老公之前他自己就有一些灯具类，所以说他自己本身就有很多灯。当他搬进去那个学生房的时候，他就把他的自己的灯这样装上去。但是今天如果你只是来交换学生，或者是你来读学位的话，交换生、学位生这样子，可能就会变成说，你可能自己就要去 IKEA 去买一个这样。那或者是说，如果你要租房之前，你可以先稍微问一下说，这到底有没有附电灯啊？这样子，对，这是我目前听过的。我觉得算是蛮让我讶异的，这样第2点。好，那第3点呢？我看一下，第3点是碗槽。为什么写碗槽？就是因为在台湾，如果
因为地很小嘛，人很多，所以我们家里面基本上都不会放洗碗机，除非应该是蛮有钱的人吧才会放。那芬兰这里呢，也不是每一户都有洗碗机。如果说今天你住在学生房的话，学生房就非常有可能是没有洗碗机的，那你就变成只能自己洗啊。那自己洗完之后要放哪里呢？其实非常非常方便，就是水槽的上面呢会有一个柜子，那你柜子一打开，上面其实就是晒碗架，你就可以把洗完的碗放上去，那个水它就会滴到水槽里面。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设计。那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家家户户都有，好像比较新的房子就不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晒碗架在那个水槽上面。对，那基本上我目前看到的只有一个朋友家没有那样子的设计，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设计真的是蛮酷的。其实以台湾地这么小，人这么多，然后又没有办法装洗碗机，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应该可以在台湾算是蛮好用的吧，对不对？那对，这就是我说的水槽、碗槽的这个东西。那第四个呢，就是我觉得蛮让我讶异的是他们的超市。为什么超市讶异？其实不是超市让我讶异，而是超市里面基本上呢都会有至少一个的类似游戏机、还有赌博机之类的。那其实无论你到哪一个超市，你去 S Market、去 K Market， 这以后也可以说就是芬兰的超市分类。那如果你到那个超市的话，基本上你一定可以看到至少一台的游戏机。那你就可以投一点小钱进去啊。那如果说幸运的话，那当然就会赢得一些钱嘛，这样子。对，这我觉得还蛮特别的，尤其甚至是在他们的便利商店叫 Argioski 里面呢，也会有至少一台的机器，这样我觉得非常非常酷，因为这个东西在台湾或者是在其他的国家，我是还没有看过的。对，那这是第4点。那第5点呢，就是官方语言。那因为台湾呢，目前就是中文嘛，所以你看到的什么路标啊，在超市买东西看到的都是中文。但是如果今天你去芬兰的超市呢，你看到的一定会是芬兰文的东西。那如果今天你到芬兰来玩，或者你住芬兰赫尔辛基的话，你可能会看到他们的路标上面都会有2行字。那第一行呢就是芬兰文，第2行就是瑞典文，因为芬兰文跟瑞典文是他们的2个官方语言这样。那就我所知，其实现在讲瑞典文的人好像还是有占芬兰人口的4%到5%，所以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族群。那因为我老公本身是芬兰国防军，所以他有跟我说他在怎么说，在靠近瑞典的地方吧，好像有一个只讲瑞典文的一个 garrison， 一个营区吧，应该这么翻。所以说，如果今天你本来母语就是瑞典语，虽然你人住在芬兰，但是当你要去服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选择到那个营区去服务，这样。对，所以让我觉得蛮讶异的，就是你可以看到2种语言。对，虽然其实但以前我住在比利时的时候，也是看到2种语言嘛，第一个就是法语，然后第2个就是荷兰语，这样他们叫 Dutch 啦。对，所以这一点就真的跟台湾对一个台湾人的角度来说，觉得蛮有趣、蛮特别的这样子。那以上这5点呢，就是我大概想要跟大家分享，我觉得最让我讶异的事情。那其实最近有多一个新的啦，应该算多2个吧，就是有一个就是说他们的灰尘很多。那一开始我就想说，奇怪，为什么他们灰尘会这么多？因为像春天的时候，我家人来这里找我玩，那我就在他们到达的前一个晚上，就把家里整个疯狂的打扫一遍哦。结果当天就是那天我妈来到我们家的时候，然后呢又发现说，奇怪，怎么桌上有一层灰？我那时候就一直不懂，然后就一直到前几天，我就问我老公，我老公就说，大概是因为就是
芬兰比较干燥，所以比较干燥的话，就会很多灰尘落下来。那台湾毕竟是一个比较湿的地方，所以水汽很够嘛，所以水汽可能就会夹杂一些灰尘吧之类，所以就不容易看到这样。所以这一点是让我觉得，这怎么可以有这么多的灰尘？即使我们没有开窗户，然后不是住在大马路旁边，那个灰尘就是可以积到，会觉得啊，怎么会这么多这样？那大概就是这样吧。那刚刚有说到水汽很足这件，水汽很不够，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家就是都会擦一层护唇膏啊，那甚至前几天我们家也买了加湿机，那我觉得这点也蛮有趣的，因为毕竟一个台湾土生土长长大的人，在台湾我们都开除湿机，然后来这边就太干了，所以导致我们又要去买加湿机，那才不会说让鼻子也很干啊，身体也很干这样。而且自从买了加湿机以后，我发现真的皮肤好像就是不需要去擦太多的身体乳什么的。所以呢，其实这样讲一讲，好像总共有7点，对不对？好，没关系。但，这大概就是我自己想要跟各位分享的，就是我觉得住在芬兰，以一个台湾人的角度呢，最让我讶异的5大点。好，其实应该是7大点这样。对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啦。那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就这样。对，这是我的第1支影片，我真的也很尴尬，也不知道要说什么。好，那就是这样啦，谢谢各位。或者是说，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看的一些跟芬兰有关的东西呢，都可以留言让我知道说你的想法，或者是说，我可能会想要去分享这一类的东西，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爱分享的人，所以我觉得录影片算是一个最快最方便，然后也可以最快跟大家解释很多东西，然后回答东西的一个管道这样子。好啦，那就是这样啦，谢谢各位啦，拜拜。